小静，你先在这里等一会儿，我去帮你取药。嗯。师姐的脚好一点了没有？我看你是巴不得我的脚骨折，干脆断掉才好吧。我知道，不管我现在说什么，你都会觉得我是别有用心。难道我说错了吗？我可真是小瞧你了。我看你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你觉得你跟嘉诚合适吗？在你眼里，当然不会合适。是我说的不够准确。准确的说，你觉得你配得上嘉诚吗？嘉诚很优秀，追他的女孩子也很多。在他们当中，你只能算是中等吧。论样貌、论家世、论前途，你有哪一点是足够出众的？你凭什么认为嘉诚会爱你？你哪里来的自信啊？我告诉你，想要抓住一个男人，光靠爱情是不够的，背景、机会、资源，这些哪一点是你给得了他的？你一个大学毕业生，连自己的工作都是问题，凭什么你认为可以帮得了他？嘉诚他不需要这些，他的才华已经足够帮他打开任何一个舞台。你还真是够幼稚的，千里马也需要伯乐去发现，更何况是建筑设计师这个行业。就算再有才华，也需要有发现的机会。嘉诚需要这样的人帮助他实现梦想，我就是那个人。我不仅爱嘉诚，我还可以帮他成就他的梦想。你呢？你可以吗？我不怕实话告诉你，我跟嘉诚，我们很快就要结婚了。今年过年，嘉诚会带我去青林拜见我未来的公公婆婆，我们会一起商讨婚事，说不定年后不久，我们就举行婚礼了。所以我劝你还是趁早死心吧。外面适合你的男孩那么多，你干嘛非要揪着嘉诚不放呢？女孩子嘛，就应该趁着自己年轻的时候把握住青春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我自己的事情，我自己清楚，不用你操心。不过我不得不承认，嘉诚刚开始对你的印象还不错，但他现在的态度你也看到了，你何必自讨没趣呢？难道你没有自尊心吗？苏小静，你在胡说些什么呀？我不允许你这样说师姐，不合适的是我们，我爱的人是他，不是你。我们分手吧。每夜，每个孤单的深夜，叶嘉诚。疯狂的找我，嘉诚，小静，我们走吧。我想象着你是天使，却坠落。你用你灿烂的眼睛告诉我，爱情那又算什么？越快乐越让人寂寞。路上小心。拜拜。那又为什么嘉诚没有跟宋小静一起离开呢？他要去哪里？I
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妈，回来啦？怎么样？俏俏考试考得好吗？顺利吗？没考好啊？看你情绪低落的样子。没有，俏俏她考得很好。妈，今天医生来复查，有没有说什么呀？说我很好，他表扬我了，说我是他所遇见的病人当中最听话、恢复得最快的。过2天呀，我们就可以回家过年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的一个朋友来看我了，我说让他等你回来再走，他说他有事，匆匆忙忙就走了。回头啊，你得谢谢人家。朋友？我哪个朋友？是个男的，好像看上去比你大几岁，不过我没有见过你这个朋友啊。男的？他没说他叫什么吗？哎呦，你看我光顾着说话，都没问他的名字，这脑子。我也没有什么男性朋友啊，还知道你生病。是不是一个长得高高帅帅，然后穿了一件灰色外套的人？说起话来声音非常温柔。对对对，你看还拿来了一篮水果，放下水果就走了，还特别有礼貌。妈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不是刚进来吗？那他有没有说什么？他没说什么。怎么了？这个人对你来讲很重要吗？看你激动的。非常重要，他就是叶嘉诚，就是你未来女婿。我先走了。女婿。你还是嘉诚，我熟悉的那个叶嘉诚。我坚信，我们的未来在无数的可能性中，仍有一种可能会在一起。即使这种可能再渺小，我也会努力找到它的。调整呼吸，相遇而又到水里去。我要时间都留给我。既然真的是嘉诚，没有眼花，也没有幻觉，老天又把嘉诚送到了我面前，这就叫天注定的缘分吧。师姐，师姐，你能不能先放开我？你挂着我的脖子好疼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两位，易总好。玩的很奔放吗？你们认识？看来你在易贸的熟人还真不少。你也来易贸工作了吗？哎，你不是设计院的吗？嘉诚是我邀请来为格兰城中央配套设施做设计的。易总，如果没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这不是意味着，以后我可以和嘉诚一起工作了吗？看你们谈工作谈得这么辛苦，
来，多吃点牛肉。师姐，喝水。师姐，你是怎么能够来医贸上班的呢？我刚来工作没几天，来了之后才知道，原来师哥和易总有合作。这么巧啊？这不会是你计划好的吧？你想多了，师姐，这个计划我真做不了。小静，你不是说了吗？宋教授在家等我们，别让他等太久了。走吧。好。